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風向變了，央視高調點名肖戰，釋放3個信號。梁家輝當初沒有說錯，提名失落仍獲官媒認可。6項提名，顆粒無收。換成別的流量明星，粉絲早就把組委會衝了，團隊估計也得連夜發通稿賣慘。肖戰幹了什麼？頒獎禮一結束，這哥們兒在社交平台上敲了6個字：吃完繼續幹活兒。第31屆白玉蘭獎落幕，《藏海傳》成了當晚最大的陪跑。作為核心主演，肖戰坐在台下，鏡頭掃過去，臉上連點失落的微表情都沒露出來。紅毯上記者問他衝獎的事，他輕描淡寫回了一句：能帶作品來就是肯定。好多人覺得他是在裝大度，畢竟那是個大獎。但你把這幾年的娛樂圈看透了，就會發現他是真沒把全部籌碼壓在一座獎杯上。白玉蘭是個什麼局？圈裡人都門兒清。這獎項歷來偏愛現實題材，對古裝劇那是出了名的苛刻。往前翻13年，你見過哪個古裝劇大男主在這兒捧過杯？沒有。行業壁壘在那兒擺着呢。藏海傳能拿這麼多提名，肖戰能作為90後首個憑借古裝權謀劇提名男主的演員做到那個場子裡，本身就已經把天花板捅破了一塊。指望憑這個直接拿滿貫，那是難為評委，也是難為自己。他心裡比誰都清楚，這趟算沒白來。3年前，梁家輝跨界跟他合作《射雕英雄傳俠之大者》，老頭在採訪裡一頓猛誇，說這小伙子做事態度端正，待人謙遜，以後絕對錯不了。當時大家聽完也就一樂。娛樂圈嘛，前輩提攜後輩，花花轎子人抬人，場面話誰不會說？現在回過頭來看，影帝到底是在江湖裡摸爬滾打大半輩子的人，看人的眼光毒得很，遇到事兒不炸毛，名利場裡坐得住冷板凳，這才是梁家輝嘴裡的格局。這老戲骨後來參加線下活動，又被記者問起肖戰，評價一點沒變，直言年輕人在現在這種浮躁環境裡能守住本心，太難得。拿獎這事兒，說白了是一小撮評委的喜好，但真金白銀的市場和主流媒體的認可，那是另一套硬邏輯。白玉蘭剛落幕，央視那邊直接用肖戰的歌給畢業生送祝福，祝大家前程似錦。官媒後來做行業盤點，專門把他提名的破冰意義寫了進去。官方影視平台緊跟着官宣他和胡歌、楊紫一起當劇集推廣大使。你尋思尋思，這幾個動作連在一起，信號放得夠明白了吧？主流渠道根本沒把這次落選當成什麼滑鐵盧，反而給了極其明確的背書。這份行業身份的含金量，真不比那個台子上的獎杯差。再看看那些精得跟猴一樣的奢侈品牌，各大高端奢牌跟他長期深度合作，沒見誰因為他沒拿視帝就撤海報、改排期。新品宣傳照樣發，線下活動照樣做。資本看重的是什麼？是你這張臉能不能扛起國民度，是你這個人會不會突然爆雷。一個情緒穩定、不作妖、帶貨能力頂級的搖錢樹，品牌方護着還來不及，誰管你今天拿沒拿獎？現在不少同期出道的流量藝人，路子越走越窄。為什麼？因為太想拿獎了，天天盯着頒獎禮的口味調整戲路。評委喜歡什麼題材就硬往上貼，接一堆同質化的劇本，還有的落選了就在網上發長文，字裡行間透着委屈，引導粉絲去控評，生生把路人緣耗得乾乾淨淨。肖戰沒走這條獨木橋，他影視、商業、公益幾條線是同步往前推的，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，也就不會因為一次頒獎禮亂了長遠規劃。這哥們兒這幾年走的其實挺邪乎，他不是科班出身，大學學的是設計，
半路出家跑來當唱跳偶像，爆紅之後狠狠摔過一跤。那陣子遇上輿論風波，網上的口水能把人淹死，工作全停，連個公開露面的機會都沒有。換個心理素質差的，早就退圈或者抑鬱了。他沒發聲明跟網友對罵，也沒靠炒作博同情，直接從公眾視野裡消失，鑽進劇場去演話劇了。如夢之夢全國多城巡演，一場8個多小時。話劇舞台可沒有影視劇那種濾鏡，也沒法喊卡重來，就在那兒日復一日的默台詞、默情緒、默肢體，硬生生靠着這種笨辦法，把身上那層流量偶像的皮給洗掉了。這種能沉下心扛事的韌勁，才是他後來能接住各種大餅的底氣。話劇演完，他挑劇本的路子徹底開了，不局限單一題材，也不執着討好市場熱點。王牌部隊裡演剛毅隱忍的軍人，夢中的那片海裡演帶點痞氣和煙火氣的北京青年，再到《藏海傳》裡內心極其複雜的藏海。3個角色，3種演法，沒串味兒。《藏海傳》播出後，收視率把平台多年紀錄給破了，海外上線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，評分一直穩在高分段。國內影視院校甚至把他在劇裡的幾段表演切下來當教學素材。鄭曉龍導演在圈裡什麼地位大家都知道，他公開表態說沒有合適的人選能替代肖戰演藏海。導演認戲，觀眾認人，這就站穩了。外界老喜歡拿獎盃當評判演員高低的唯一標尺，但你真把視線放長遠點看，這標尺其實挺局限的。頒獎結束第2天，肖戰直接飛青島影視基地了，進組拍懸疑新作《十日終煙》。劇組搞嚴格的路透管控，他乾脆推了所有臨時商業採訪，一門心思扎在角色裡。公益那邊，他搞了10年的鄉村美育項目，每一筆物資去向都掛在明面上公示，也不拿這個去綁定影視做營銷，就這麼安靜的幹。合作過的導演、主創，每次在採訪裡提到他，繞不開的詞就是敬業、踏實。輿論在頒獎當晚鬧騰了一陣，現在也全冷靜下來了。大家漸漸看懂了這種多條腿走路的優勢。一次評審的偏好決定不了一個演員的生死，但你對待下一個角色的態度可以。手裡握着收視率，背後站着主流媒體，兜裡揣着頂級商業資源，這套組合拳打出來，遠比抱着一座獎杯到處發通稿實在得多。娛樂圈天天有人起高樓，天天有人樓塌了，把手裡的活幹好，比什麼都強。梁家輝當年的話應驗了，不是因為他會算命，而是他看懂了這個年輕人骨子裡的東西。那麼，下一個10年，影視圈的遊戲規則到底是由拿着獎杯的人來定，還是由真正手握底牌的人來定？